上海啊，今天的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这个病毒啊，怎么比人还能够抗热呢？那广州的夏天还算是不错的。今年地球的人口会过80亿，40度和80亿之间到底有哪一些关联？嗨，大家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应该已经过了6点半了啊。我是因为想出来骑会车，所以吃饭呢稍微早了一点。刚刚从这个祈福大道啊，这么一路骑过来呢，边上的这些汽车哗哗哗的就从我身边通过。因为大家呢都上班的人呢，急着赶回家，劳累了一天啊。这个时段呢，外面路上是最堵车的时候。以前我也是深有体会啊。所以大家呢，忙活了一整天啊，不管是在办公室工作，还是跑外面销售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服务行业，无一例外呢。下班的时候啊，都要忍受下班回家路上的 rush hour， 就是堵车的尖峰时刻啊。所以呢，看到大家都有点性急啊，也不大管你边上有没有行人和骑单车的那些人，车速呢都很快。但是呢，可以理解啊，归心似箭。回去以后啊，像我那样的有没有现成饭吃还不好说。很多呢，夫妻2个啊，可能一个还得要开始做晚饭，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有管孩子的学习等等吧。所以普通人的生活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我已经在祈福的村内啊，开始我的骑行了。到黄昏时分出来骑行啊，这个原因呢都不用说，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也曾经尝试过好几回了。原因呢没有别的啊，就是天气太热。艳阳天啊，白天的温度应该超过34、5度吧。这个是在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啊，对于广州的气候呢，应该都了解的比较清楚。每一次下了一段时间的雨，一般呢都是因为台风季节引起的这些降雨，凉快了一阵以后呢，就是大太阳的天气。这个时候呢，人就不会有那种特别湿热的感觉啊，热的也比较爽。所以气温呢，虽然相对来讲比较高，但是呢，它其实啊，可能又是一个周期的开始。就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一旦热过头了以后呢，就会在南海的某个区域啊，形成新的台风，然后呢，台风又会刮到这边来，又会有一个新的下雨的这么一个时期。雨水呢，就会给这些高温天气降温，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啊。
所以有时候很奇怪，就像我们以为啊，比方说东南亚，尤其是泰国，那我们想象好像那种地方应该跟赤道一样的热，但是住在那边的朋友，他们就说呢，其实未必啊。他们一年当中呢，也有比较热的时候，但是呢，也有雨季。如果你要住在靠海边的啊，像泰国的芭提雅这样的地方呢，其实白天除了有一些特定的时段之外呢，有些人甚至都不用空调，因为这个海风啊，加上你如果在一个有穿堂风的这个房间，还有呢就是在那个有阴凉的地方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热啊。甚至在这种地区住过的人呢，他们的体会啊，他们就会说，别以为我们中国大部分的地方的纬度呢都比较高，但是某些城市的夏天的这种热啊，远远比那种更南方的某些地方还要热。其实说的没有错啊，因为我自己呢，不仅国内国外，在国内呢也是北方南方很多地方我都住过。真的说句老实话，在国内你要找一个大城市啊，能够舒舒服服，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啊，都找不到这样的起码有半年以上的舒舒服服的天气啊。就以我自己出生的城市上海来说啊，以前可能年纪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空调的概念啊，所以呢大家一到夏天呢，实在是热不可耐的时候，只有2件事可做。一个呢就是晚上搬个椅子，有条件的就搬一个躺椅到马路上去乘凉。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买一只西瓜，到隔壁啊某一个弄堂里面有水井的，去打一桶水，用这个井水呢来冰镇西瓜，以达到一个解暑啊这样的一个目的。我在广州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啊。我自己觉得呢，广州从1年来讲的话，当然是可以用温暖和比较热来形容这个城市，因为毕竟它的纬度摆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南方的这么一座城市。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中国夏天最热的地方。即便是和北方的很多的像我们国内啊比较文明的几大火炉来比的话，那广州的夏天还算是不错的。原因呢没有其他的，就是因为呢它有南面靠海，经常会有台风，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吧。所以在广州呢，如果说夏天热到了35、6度啊，大家也都觉得差不多就到极限了啊。但是呢，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上海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发在朋友圈的这些消息呢，在上海啊，今天的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而且不是一个观测点，是有全市的10几个这样的地方都同时记录下来了超过40度的这么一个高温。大家也多少都在调侃，就觉得说这么热的天啊，这个病毒啊怎么比人还能够抗热呢？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些新冠病毒啊应该是冬天比较流行啊，到了夏天呢高温天气啊它就应该死得很快。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如此，这让大家感到有些沮丧啊。所以北方的城市啊，我相信不止上海吧，
很多城市呢都已经是40来度的高温，甚至呢好像还有个别的城市啊超过了40度。我们毕竟不是天气方面的这些有学问的人，我们最多的对于天气、气温这种的感知呢，主要还是来自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和多年的这种体验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像那些环保人士啊，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数据来说话，就把这些温度的变化，尤其是极端的天气啊出现的这种频率啊越来越高，把它归罪于地球的日益的温暖化，而造成地球越来越温暖化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大家这个索取无度啊，对地球的开发呢过了头。但这个恰恰呢，就是人类本身，他为了自身的对生活的美好的追求，为了更好的生活的方式，为了更好的工作效率，当然也是赚取财富的更高的效率等等这些因素呢，不断的开发高科技，使得呢对这些能源啊有了更大的需求。在这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个地球啊有点不堪重负啊。我今天呢还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国际上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啊，应该是联合国底下的一个机构吧，发布了一个预测啊，说今年呢大概率的地球的人口呢会过80亿。这是我们地球上啊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啊，经过了当年曾经的经济萧条，使得有一段时间呢人口的增长啊有所停止或者有所减少之后呢，在这么50-60年的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啊，人口呢急剧的增长。那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国家呢就拥有了14亿人口，我们隔壁邻居印度啊也不遑多让，也在急起直追，据说很快呢就会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就在全球的人口将要突破80亿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喊劳动力不足。有些国家啊，像德国、日本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西方阵营的这些国家，不惜呢改变他们的法律，允许甚至是呢要求更多的外来的移民。即便是中国呢，也同样啊，在有了14亿人口这么巨大的一个人口基数，却还在号召呢要生2胎、3胎，甚至呢多多益善。原因呢只有一条，就是现在的人呢老龄化，寿命呢长了，但是呢他的年龄呢都已经到了退休了。这就使得呢很多人现在呢他就在家里呢领一份养老金，然后呢享受一份休闲的退休生活。像正在骑自行车的本人呢，也属于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每天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骑行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健康。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些虽然不多，但是呢也有保障的退休的这个收入来享受生活。假如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管控啊，
现在国内国外可能很多地方啊正在旅行的路上啊，所以呢，虽然人口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国家都开始提前进入老龄化，它更需要一些年轻的这些劳动者，以便呢为日益高涨的这些生活费用，尤其呢需要为那些已经退了休的老年人呢，要产出更多的这些价值，否则的话呢，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年都有退休金的增加。还有呢，就是来抵抗这个通货膨胀。就是这样的一种啊，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一种循环。但是呢，它这个就是现实。就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去左右国家这样的一些政策等等这些大的方面。那我们呢，唯有管好我们自己，努力的、健康的生活。但是呢，根据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在上海这样的气温超过40度，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起码比我年轻的时候温度要高了那么几度以上。另外呢，就是跟这个全球的人口即将突破这个80亿，这个40度和80亿之间到底有哪一些关联？虽然我们也说不清但是呢，我想它一定是有一些必然的关联。像这样的这种关联应该是显而易见，但是呢，又难以说得清。我相信很多的战略家，还有很多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呢，肯定也在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小老百姓还是深信这种极端的天气就是跟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口增加过快，各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和大家因为掌握了某些高科技，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品质的提高，让大家呢能够更容易去追求和享受更好的生活，应该是息息相关的。我相信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不管是经济效率的提升，还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还是大家呢需要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如此种种呢，没有一项不跟这些需要有更多的这些资源的开采，更多的这些能源的消耗息息相关的。在这种爆发性的持续的这些能源的需求，还有对社会，尤其是对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性的摄取等等方面呢，都造成了现在已经达到一个能源供应紧张。然后呢，在明知道这些过度的能源的消耗和这些开采带来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呢为了自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保护环境的这些团体来提出需要用更多的清洁能源来取代。所谓的清洁能源呢，在目前来讲，肯定并不是那些完全用太阳能来取代，更多的呢还是以这些从地底下、海里面开采起来的那些液化气加工过的一些石油的产品，来作为巨大能源的一种支撑。也就是说呢，谁也不愿意走回头路让我们家里头呢再去劈柴烧火，用那些木材取自于自然的那些东西来取暖，
并且呢，现在的人也不可能再回到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面去生活。所以呢，所谓的清洁能源，其实也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对地球比方说天然气这样的一些开采，或者呢，通过一些使用更多的能源来加工制造那些太阳能板，所谓的那些光伏企业其实呢，对于能源的消耗只是以新的一种形式来代替以前的一种形式，基本上呢也是换汤不换药的。那么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那些资本主导的世界型的大企业，他在这个地方呢，用有形和无形的手呢，在操控着一种能源的转换。但是呢，它肯定没有办法来减少我们对能源的消耗，也不可能呢让民众能够牺牲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追求，来减少他们对于能源的消耗。这些呢，看来都是无解的一些问题，以我们一个凡人的脑子呢，也想不透这样的头绪更不可能找到合适的答案。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期待像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天气的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地球的温暖化，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看得见的未来呢，能够得到改善。反而呢，随着这个世界的人口突破80亿以后呢，还会突破85亿、90亿，甚至100亿。相信这些气候的变化会越演越烈。大概呢，只有到了某一天，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真的无法再承受越来越多的人口的这种消耗和无度的索取，有可能呢会做出非常激烈的、比现在更加恐怖的这些气候的变化，以及呢，说不定还会爆发更可怕的一些自然的灾害。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随着人口的膨胀资源的紧张，或者资源到了一个不敷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相信以人性的这种自私自利，必然呢会爆发冲突，或者呢就有可能会有激烈的战争。也许呢，通过这种恶性的变化，才有可能呢使我们的地球的人口不至于过度的膨胀，让我们这个地球呢也有机会得以休养生息。总之呢，人呢既是聪明，同时呢又极为自私的这样一个物种。人会通过自己的勤奋，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美好生活，但是呢，人的过度的追求，希望好上加好，越快越好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这样的这种愿望呢，同时又是会让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堪重负，进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让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的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那现在这些气温的升高、北极的融冰速度的加快等等这些现象呢，只是给人类的一种小小的警示。还有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国家，为了资源的这些巧取豪夺，
也会因为呢分配的不匀，最后呢演变成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人呢大概都是要在这样的极端的变化，或者见到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这些结果之后呢，才有可能认真的思考和反思。相信呢，人类最终还是聪明，他会在失败之后、付出代价之后呢，最后呢还是会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法。同时呢，人类又会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发展，循环往复，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境界。希望大家呢，面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严酷的天气唯有呢放平我们的心态，能够做的呢，也就是心静自然凉。同时呢，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当然要外出打工挣钱的另当别论，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世界、改变环境。我们能做的呢，也唯有调整我们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调整我们对生活的期待，从容地过好我们的日子。好了，天色已暗我们骑行呢到此结束，就跟大家聊到这边，谢谢大家的陪伴，再见，拜拜。